管城，海童带着孩子在保镖和保姆的保护下走出了机场。爸爸，她一眼就看到了前来接机的丈夫，两个孩子的眼神也厉，看到爸爸后，宝宝立即挣脱了妈妈牵着的手，飞快地跑向爸爸。他要先跑过去，让爸爸抱一下他。等会儿妹妹到了，爸爸就只会抱妹妹的了。战牧尘再懂事，也还是个6岁大的孩子。爸爸，贝贝很着急，他挣扎着要下地，海童只得放他下地。小丫头立即撒开小短腿就朝爸爸跑过去，一名保镖以及保姆立即跟随。海童倒是不急，就让孩子们先和战印好好的亲近亲近吧。战印在机场等了好久，提前2个小时就到了机场，一直等到现在才等到了他的妻儿。宝宝，一段时间不见一双儿女，战印想娃也想得发疯，以往严肃的表情早已经不见踪影。他大步上前，抱住了奔跑过来的儿子，抱着儿子就转了几个圈圈，逗得战牧尘哈哈的笑。爸爸，我想你。等到爸爸停止了转圈圈，宝宝一把搂抱住爸爸的脖子，诉说着思念之情。爸爸也想你。战印放下了儿子，好了，妹妹来了。宝宝嘟了一下嘴，说道，有了妹妹后，爸爸眼里只有妹妹，都不爱宝宝了。战印好笑的轻捏一下儿子的小脸，怎么会呢？你在爸爸的位置是不一样的，爸爸疼你，你是爸妈的第一个孩子，爸妈怎么可能不爱你呢？妹妹还小，又只有一个妹妹，爸爸才多疼她几分。但论你在爸爸心里的重量，你还是排在妹妹前面的。6岁的战牧尘已经有好几十斤重的了，贝贝才1岁半，就算不瘦也就20几斤，自然不如哥哥那么有重量了。战印那话说的别有深意，小宝宝还没有爸爸那么深的心机，被哄住了，以为在爸爸的心里他排在妹妹前面，却不知道爸爸嘴里的重量和他想的重量是不一样的。宝宝喜欢妹妹吗？战印还是担心儿子会吃女儿的醋。喜欢，我最喜欢妹妹了。爸爸，我不会跟妹妹争风吃醋的。战印笑，宝宝最棒了。小家伙都忘了，他刚刚才抱怨爸爸只喜欢妹妹，以为爸爸不爱他了呢。爸爸妈妈会更喜欢宝宝的，宝宝是个好宝宝。怪不得有经验的父母总是说，有了2胎后，要更加疼爱第一个孩子，孩子才不会失落，不会觉得自己的爱被弟妹抢走，对弟妹也会疼爱的。但很多父母有了2胎后，总觉得2胎更小，需要更多的照顾，忽略了老大。忽略了老大也还是个孩子，总要求老大要懂事，要听话，唯独忽略了老大还是个孩子。老大也需要父母疼爱，需要爸妈的关爱。在父母的忽略下，老大就容易伤心失望，然后变得叛逆，或者闷闷不乐的，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做父母的只会责怪老大变坏了，会指责，会骂，甚至会动手打孩子，却不会从自身上找原因。战印是更偏爱女儿，但对长子也是小心翼翼的，生怕长子会怪他们会不喜欢妹妹了。很多时候，做父母的没有意识到，自己早在偏心那条路越走越远。他们总觉得自己一样对待，其实他们早就偏心了，偏心还不自知。战印也怕自己在不知不觉中，因为偏心女儿的行为，伤到了儿子幼小的心灵。长子对于他夫妻俩来说，不仅感情不一样，意义也不一样的。他对儿子的疼爱不会比女儿少，当然了，期望值也拉得高高的，视儿子为战家下一代接班人，管教的时候自然会严一点。宝宝也好爱爸爸和妈妈，这次在七叔家里住了一段时间，我每天都会和妹妹说起爸爸的，父子俩几乎天天都会视频通话。宝宝觉得自己还是很想爸爸，习惯了爸爸妈妈都在身边的日子，有几天爸爸不在身边，他就特别想爸爸。那在七叔家里住得开心吗？玩得开心吗？战印终究没有在儿子面前表现得特别喜欢女儿的样子。他等女儿快要跑到了，
才牵着儿子快步上前，然后才松开了牵着儿子的手，抱起了女儿。爸爸，贝贝甜甜地叫着，战印的心都要化了，忍不住就在女儿稚嫩的脸上亲了2下。贝贝可想死爸爸了。亲完了女儿后，战印想到刚才并没有亲过，便又弯下腰去要在儿子的脸上亲一下。小家伙居然嫌弃地捂住脸，抗议地道：“我不要爸爸往我脸上糊口水。”儿子居然嫌弃他的亲亲，那是一个父亲对儿子喜爱的表现，儿子却嫌弃了。10几分钟后，战大少爷的专车队载着他的妻儿回家去，直接回悠悠山庄，大家都在山庄里。贝贝窝在妈妈的怀里睡着了。海童说道：“坐飞机时，贝贝好奇得很，这里摸摸，那里摸摸的，都不怎么睡，现在就睡得像头小猪了。”战印从老婆的怀里抱过了熟睡的女儿。我抱她吧。小丫头还不算重，但抱得久了，手臂都会酸软。宝宝坐在爸妈的中间，他一会儿靠着妈妈，一会儿又靠向爸爸，就喜欢有爸妈在身边的感觉，好幸福。爸爸，龙庭哥哥也来了吗？还有妍妍姐姐他们？宝宝记得爸爸在电话里告诉他，他的小伙伴们都在老宅，就等着他这个小大哥回家有伴玩。你们龙庭哥哥明天才会过来，妍妍姐姐也是一样，不过乐乐他们就全都回家了。哥哥一回来就找大哥，天天问你太奶奶你们什么时候回来，说想贝贝了。战牧尘大眼睛一闪一闪的问道，他们到底是想我这个大哥，还是想妹妹？战印笑道，都想呗，你们就一个妹妹，你们自己都疼如眼珠子。你在学校待上1天，回到家里，第一件事就是抱妹妹，他们和你一样的。不过要一起玩的话，他们还是更喜欢和你这个大哥玩。贝贝还小，哥哥们疼他是真的疼他，但是他们一堆人要出去玩时，确实不喜欢带着妹妹，嫌妹妹太小不会玩。我也喜欢和他们一起玩，他们都是我的好弟弟。战牧尘小年纪还是有大哥风范的，家里的长辈都教过他，说他是大哥，要爱护弟妹，要给弟妹做个好榜样。不过我最喜欢还是跟龙庭哥哥还有洋洋哥哥一起玩，他们懂得比我多，特别是龙庭哥哥，他好厉害呀，功夫厉害，读书厉害，还会给人看病开药。提到龙庭，战牧尘眼里满是崇拜之情，自己的表哥洋洋他也很喜欢，觉得洋洋哥哥在学习方面更胜龙庭哥哥，洋洋哥教会了他很多，也最疼他。洋洋的确很疼爱自己的表弟妹，现在他也有了自己的亲妹妹，视妹妹如同眼珠子。爸爸，为什么龙庭哥哥会看病开药的？我们都不会。战印答道，他学医了呀，他是你程姨的徒弟，程姨是个神医，所以龙庭哥哥就会看病开药。你们都没有学过医，自然就不会了。宝宝，不管是哪一项技能，前期都要花很长时间去认真学习的，没有人天生就什么都会，都是后天学会的，不仅仅是学医，其他也一样。战牧尘似懂非懂的，他又问，爸爸，我们能学医吗？你若喜欢的话，可以学医，不过你可能无法像龙庭哥哥那样以医为职业。你是我战家这一代的长子长孙，你生来就要挑重担的。战印是想过儿子若是平凡，就能免去继承人的身份，但是儿子很聪明懂事，小年纪亦有超越了这个年纪的沉稳，弟弟们亦敬重他，听他的话，在重复着他以前的路。如无意外的话，宝宝将是战家下一代的继承人，担子就很重，无法像其他人那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战牧尘想了想后说道，我可以学一点医术，太奶奶常说技多不压身，不管是什么技能，哪怕是种田，太奶奶说都可以去学习。太奶奶说只要我们去学了，就要认真对待，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。海童欣慰地摸了摸儿子的头，
夸赞地道：“咱们宝宝真棒，记住了太奶奶的教诲，你一生都能受益不浅。你们太奶奶呀，是个很好也很厉害的人，咱们都要跟你太奶奶学习。”战牧尘认可妈妈的话，在他们的眼里，太奶奶真的很厉害，也很疼爱他们，他们都喜欢太奶奶。妈妈，我忽然很想太奶奶了。提到了老太太，战牧尘就开始想太奶奶。海童笑道：“咱们不是在回家的路上吗？回去就能看到太奶奶了。你今晚想跟太奶奶睡都可以。”我不要，宝宝马上就拒绝。我跟太奶奶睡，太奶奶就睡不好。她总担心我会踢被子，睡得不安心，又总是醒来，会影响太奶奶休息。战牧尘的话让战印夫妻俩交换了一下眼神，对儿子的懂事体贴很满意。不愧是我战印的儿子，战印自夸了一句，他这个当老子的足够优秀，他的儿子就不会差到哪里去。虎父无犬子吗？海童笑他往自己脸上贴金。战印嘿嘿的笑，我儿子优秀，是咱们俩的基因好，也是我教的好，自然就有他的功劳了。还没有生娃时，夫妻俩就说好了，他当奶爸，负责管教孩子，需要一个唱黑脸，一个唱红脸时，每次唱黑脸的那个都是他。战印不会让孩子们对海童有半点不满的，批评孩子的事往往都是他抢着来做。老七怎么样了？战印总算有闲心关心一下老七。海童还没有回答，战牧尘就抢着告诉爸爸，七叔在追求七婶，他说的，争取早点将七婶娶回家，那样我们就有七婶了。不过爸爸，七婶好厉害，敢打七叔，七叔被打了都不生气。小家伙再聪明也是个6岁的娃娃，他就想不明白了，七叔都挨过七婶的一巴掌，怎么还是喜欢七婶的？小家伙设身想了一下，觉得他要是被人当众打一巴掌，他会跟人拼命，才不会喜欢那个动手打他的人呢。哪怕七婶长得很漂亮，战牧尘见多了漂亮的阿姨，他妈妈是个大美人，几位婶婶也漂亮，小军阿姨还有小飞姨，哪一个不是漂亮阿姨？所以七婶长得漂亮不能拉高分数。战印看向海童，姓兰的老是动手吗？那女人有家暴倾向，最重要的是自家老七有被虐倾向吗？海童笑道，哪有，就上次若若刚被老七劫胡了一大单生意，见到老七给我们接风洗尘，误会了一下，故意打了老七一巴掌。宝宝就总觉得若若好厉害，好凶，敢对老七动手。若若其实很好，咱们贝贝可喜欢她了。老七早就动了心，两个人算是郎有情妹有意。想必老七找你倾诉过吧？身为老大，弟弟们遇到难题，总是第一时间找战印这个大哥。海童都不用问，也猜到老七找过战印。如果时间能够倒流，我想若若绝对不会再打老七那一巴掌。就是那一巴掌，他和老七的交锋就处于了劣势，非常被动。现在渐渐被老七拿捏住，吃得死死的。老公，你别说，你们战家的男人呀，一旦坑人，那是真腹黑呀。兰若若是后悔死了，一巴掌带出那么多的后续，让他如今很被动。也是战为太腹黑，就是被打了，也能想办法扭转局面，从劣势转变为赢的那一方。战印哦了一声，就那一次呀，我以为后面还有呢。想着姓兰的若是有家暴倾向，就要劝一劝老七，能不能换一个人去喜欢。不用劝，兰若若配老七般配得很。我和兰若若相处过，她人品还是挺好的，兰家的家风也算不错，两家门当户对。我看老七看清楚了对她的感情后，一颗心都扎在兰若若身上了。不可能换人的，能换人，只能说明他不爱。海童反问地道，你们姓战的，动了心，有谁能够放下换一个人去爱的？